要赶去搭巴士，坐嘟嘟车。这就是早上西港。来到了巴士站，我是坐这些嘟嘟车过来的，这些。做这些要和他们砍价，因为他一开始是要价5块美金，我砍价砍到3块这样，但是还是算贵。这个不是巴士，van车，也上到van车了，它是这样的。外面还下着很大的雨，幸亏我提早过来了。现在就是要等他的那个客人满才可以走。现在西港去金边需要4个小时的车程，现在加上下雨应该是要更久。这个是他的票。这就是他们的巴士卖票的方式。雨越来越大了，那个雨越下越大了。现在我是在班竹休息站，他停留在这里吃东西。但是我没有吃，因为这里的食物我不放心啊。那这些就是它的停留站。经过4个小时的车程，我终于抵达金边了。在即将进入金边，也就是机场周边，路况惨不忍睹，因为很多路已经烂了，灰尘满天飞。到达后就叫了1辆嘟嘟车，第一时间就是前往酒店拿房。这个是今天我住的酒店，这家酒店呢是在一个餐馆满满的一个餐厅的一条街，它是叫做 Best Center Point Hotel， 全部都是餐馆。这里走也是餐馆，全部都是我看到很多外国人。我住的这条街是蛮热闹的，我看到全部都是摊贩在这里卖食物，全部都是食物，非常的多游客住在这一区。现在我要去一个庙，就是在这里附近，好像经过了一个小贩中心，或者是一个小市场。这里全部都是摆卖一些电话壳，还有一些电器的。这就是在我住的地方，这一区呢是靠近那个湄公河。你看，这个全部都是卖灯的。现在中秋节来了，今天是9月5号，看有很多在这里售卖那个月饼。这里是一个市场哟，看那食物，还有这些3轮车。哇，这里很热闹哎！在我左手边就是柬埔寨金边的邮政局，这个是邮政局，这个整个都是黄色的。上面还有一个大钟。我左手边就是那个庙的花园，
它的对面呢有一个叫做电讯公司啊，那个是 Electric City， 它的那个柬埔寨公司蛮漂亮啊，这个设计的，它不像一个政府官员，好像一个酒店，好像一座酒店。现在我要往那个山上去，这里关门，它有分这个时间，6点前一定要上来这里，如果不是的话，它就不给进了。这个是它的入口，外面摆满了那个嘟嘟车，还有一些小档口，然后这些有一些塔。现在那个夕阳已经被那个黑云遮住了。现在我走上去那个庙，它的两旁呢有2条9头龙的雕像，还有一些看，泰国还是柬埔寨的那个神像啊，还有狮子。最后一个阶梯基本上已经上到来了，这个是在城市里的一座庙，是非常靠近我的住的地方。这里还有一个鼓，这个是神鼓。现在往这个庙上去，这里有2座狮子。这里要脱鞋。里面有非常古老的神像。我身后呢就是刚才我下来的一个庙。这里的交通呢是非常的多车，然后他们的车是不让你的，所以过马路的时候要小心一些。我来到了那个湄公河，湄公河这条河呢是有经过那个老挝，也有经过那个泰国。然后过来这个柬埔寨，再去到越南。这个湄公河是经过4个国家的。然后这些就是它的那个船，吃饭的全部都是用餐的船。现在一个人都没有，应该是晚上开的吧？这个船有一条船我看到了，它已经开出去了。这大多数都是晚上开的，开出那个河那里。给那个游客用餐的。现在这是有一些零零星星的本地人在这里打地摊吃饭。现在是下午的5点多。金边这里出乎意料的多人呐，我以为柬埔寨只有700多万人吧，我觉得。金边我看非常多人啊，这里金边的那个居民。还有，现在我看到远处有一条非常高的一个天桥，它是过去那个岛的对岸那里去的。就是那条有一条天桥过去对面的，对面也有一些打卡拍照的点。今天就不过去了，明天看有没有下雨。如果是没有下雨的话，就会过对面那里，过对面，然后对面岸还有另外一个岛需要坐船的，它是看那个丝绸，然后制造那个叫做什么丝绸布的一个工厂。现在我要往回去市区那里，
然后那里有一个大公园。走，现在我对面就是一个叫什么名字？金边夜市场，非常大的一个夜市场。这里对面呢就是一个小广场，可以坐船下去，坐船去游河。然后我要去的那个公园呢是在下面那里，下面有博物馆，还有一些政府机关的部门吧。然后现在已经是5点多6点已经关了，明天看有没有时间过去。现在是在另外一个湄公河的一个码头，另外一个这里也是有给人家上船的一个。哇，这个漂亮，这一艘船。刚才我看了那个价钱表，每一趟是5块钱美金，它有分时间段的。多久我没有问他那个时间，出去那个湄公河。今天是缺少那个夕阳，如果是有夕阳的话，非常的漂亮。那个夕阳遮住了，夕阳。左手边是湄公河小花园，还有右手边呢，就是一些酒吧。看到这个楼上全部都是游客在喝酒。你看看他们的那个交通非常的繁忙啊！现在是5点多，差不多6点。如果是来柬埔寨玩，你们可以去3个地方、3个区域，我觉得已经是足够了。第一个就是那个 Siem Reap， 第二个就是西港。第3个就是来金边这里，他们3种区域呢都是不一样的。有大自然的就去那个 Siem Reap， 要去海边的就在西港。如果是大都市要找美食的，就来金边这里。看到一些非常奇怪的，有一个他拿着那个叫做盖亚，这是一个小船，他往这个湄公河下去。我不懂那个盖亚是从哪里借的，还是哪里租的？看一个外国的游客，他就是从那里走过来，就直接下去。哇哦！前方有一座非常壮观的神庙，很壮观啊。然后现在我站在的地方，它有一个兵人坐马的，两个军人坐2头马。然后对面这样看过去就是非常壮观。可惜那个夕阳又没有了，不然照下来这金光闪闪的。现在我看这座庙已经关了，它的门已经关上了。6点，看。哦，就在这个市区里，整座庙都是金色的。那明天再来吧，有时间再来这里看看。现在我来到了这个公园的最后一部分，差不多要到那个博物馆了。它博物馆附近是有一些地标可以拍照的。现在我站在的地方呢，它突然是开阔了。这里我是从上面下来的，然后这里你看，这个湄公河就在我的眼前，就是非常的宽阔。然后这里就是满满的人，前面就是满满的人。那里呢就是博物馆，还有一些地标可以打卡的。在这个尾端这里，我看到一个更大的一个宫庙，我不懂它是什么东西。这个它的名字也是很怪的，它又不是 temple， 又不是写那个庙。现在我要走过对面，
看，就是这一座东西。哇，这里是满满的人啊，非常多人。现在我带你们去近距离去看一看这座庙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庙。然后那里面还有很大的这个，看全部都是人，全部都是人啊！这个东西的那个范围是非常的大哟。现在我走了大概差不多5分钟，还没有走完这一座东西。但是在我这里，你看，那里还在维修着，弄着新的，我不懂什么地方来，这个应该是庙宇吧。这里还有，然后到那里也有。它这里很宽阔，它这里已经是不给车进去了，晚上是给那个这里的人居民在这里娱乐的、休闲的。这个是公园的最后一部分，我现在来到了一个塔的中心那里，我看到有很多人，不是大妈呀，这里很多那个年轻人跳那个广场舞，对，我还以为是大妈哎。没有啊，非常多的年轻人在这里跳那个广场舞啊！看，这个就是那个塔，然后这些就是哇，非常多那个年轻人，还有一些踢那个羽毛的球，还有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打卡的地方，这个真的是一座庙，真的是一座庙。现在是晚上的6、7点，我要准备回去那个夜市买我的晚餐。是时候吃晚餐了。今天一早上到现在只是吃了几个面包，现在肚子有一些饿。然后如果是这些呢，我身后这些打卡拍照的地方呢，我应该会再来一次吧，因为现在是已经关门了。我在金边这里大概逗留3到4天，然后就飞回去马来西亚。早一天时间应该是还有多的时间才进来这些庙宇看看，再倒回来这里。现在要回去我的酒店附近，就是那个夜市那里买东西吃，走。